这手感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混账！你怎敢和秦王？什么？秦王？我堂堂医毒双绝的天才，居然穿成了傲娇女配。书中我爱慕太子，却没想到跟秦王。敢谋害秦王，把他给我拿下！秦王竟引来杀身之祸。母亲，一切都是女儿。啥情况？我怎么动不了？是秦王对我。见鬼，这不是原小说的台词吗？但为保全王爷名节，言儿去死好了。这又是有什么茶言茶语啊！救命！快停下！荒唐！秦王殿下岂是你能攀污的？母后何必生气？木已成舟，不如成全了他。老七，你觉得呢？儿臣，快传太医！哎呀，磨磨唧唧的，太慢了。侍卫大哥，去拿烈酒和薄荷叶。哼，你一个闺阁女子还懂医术？中暑而已，要什么医术？boss， 来人啊！把他给我拿下！昏木岩，王爷，这是雾里将，将来只愿感君一回顾，使我思君朝与暮。一派胡言！谁教你的法子？王爷莫要误会。你在耍什么花样？王爷明鉴，言儿此生非君不嫁。这酸掉牙的台词到底是谁写的？既如此，皇后娘娘，人我就先带走了。王爷带我回府，所谓何事？你如何知道降温可以令本王苏醒？我自学过医术，把个脉就知道了。王爷莫非是想留下言儿？只要王爷喜欢，言儿做什么都行。还满意你摸到的吗？靠这么近，这个秦王难不成真喜欢原主？王爷，咱们还没成亲。成亲之后如何？王爷想要，何必等从亲之后呢？言儿早就是王爷的人，王爷若不信，您来摸摸言儿的小心脏，是不是扑通扑通的？别跟本王耍花样。王爷息怒，我一看到王爷就紧张的说胡话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本王？嫁，狗都不嫁！完蛋了，暗影楼的第二杀手南宫不二。站住！有人花1000两买你的命，你也可以买回去。能分期吗？不能。且慢，我知道一个地方有钱。掌柜的，那个我要了。那就是块景观石。姑娘，你不如看看这个镯子。我要的就是它。你这小姑娘不懂行啊。就是啊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块废石。多说无益，
解释吧。这竟是桃花春！哎，这一块可就价值1000两了。小姑娘，我出1000两，我给你现银1000两，再送你一个墨黑玉镯，如何？成交。王妃让本王好整。王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本王也想问你，你为何出现在这里？你不仅不跟本王说实话，还打算赖在本王的马上一辈子是吗？王爷，你可相信缘分一说？昨夜仙女在妍儿梦中说，今早妍儿会遇到真命天子。她身穿黑袍金丝踏雪而来，可眼下正值盛夏，妍儿实在好奇，醒后便上街转转，然后就遇到了王爷，骑着一匹白马。苍天啊，这么肉麻的话，温慕言你到底是怎么说出来的？短短几息的功夫，竟然能编出这么精彩的故事，温慕言，你可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。坏了，南宫不二还没应付过去呢，这下钱包要不保了。王爷，妍儿突然想起还有点事儿，就不打扰王爷用膳了。本王的王妃，自然是要陪本王一起用膳的。王爷，我当家的。青兰，去看看。是，王爷。王爷，求你为民妇做主啊！他把我夫君从楼上推下来摔死，求王爷主持公道。俺没推人，你休要胡说！青兰、清场，去把京兆府的人叫来。我们走。你不能走！撒开！俺冯七霄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等官府的人来，你让他们去铜雀园找俺。铜雀园，他是太子的人。冯气霄，原著中冯气霄是个死囚，然后被双元修捞了出来。他帮双元修平定南诏，还从双飞臣手上分走半数兵马。难道他是因为这个案子才变成死囚的？温慕言跟太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他会认识太子的人？王爷，我们留下帮他主持公道吧。本王为何要帮他？糟了，我好像反应太过激了。妍儿只是觉得在珍馐楼杀人不合常理，不想冤枉好人。你是想帮他，还是念在太子的份上？妍儿和太子又无私交，只是这一桩冤案被王爷碰上了。王爷古道热肠，定会主持公道。王爷想做的事，便是妍儿想做的事。妍儿定然帮王爷得偿所愿。巧舌如簧。哦，那王妃便去为本王得偿所愿吧。王爷，这让他看，
本王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奴家王流氏，奴家夫妇二人平时走街卖唱，谁知今日那位大爷听完小曲儿不给银子，当家的与他争执，然后就……胡说！明明是你把你当家的推下楼的。你血口喷人！当家的，我的命好苦啊！你让人害死了，我都不能为你伸冤啊！还需查下去吗？王爷，请耐心等待。你夫妇以卖唱为生，想必赚的不多。但你二人今天刚吃完卤煮牛肉丸和桂花藕粉糖糕，那价格可不便宜啊！没有，那都是有钱人吃的东西，俺们穷人家舍不得花那个银子。你这话说的比我的肾都虚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你可知你夫君真正死因根本不是头上的伤，而是血症？什么血症？我夫君身子一向健康。死者面色蜡黄，骨瘦如柴，嘴唇白中带青，手背、脖颈、脸颊都有不规则的出血点。就算没有今天的事情，也不过3、2日的光景。之所以选择冯气霄，是因为你们看上了冯气霄麻袋里的钱，对不对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，实在是家中穷得揭不开锅，老人孩子都快饿死了才出此下策。若不是我当家的本就有病，你带我一起走吧，当家的。这里是1000两，厚葬完你夫君回去跟你的父母儿女团圆吧。谢谢姑娘大恩大德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冯大哥，你方才说要去铜雀园，俺要去铜雀园找俺妹子。书里冯七霄没去成铜雀园，但万一今日他在铜雀园提前遇上太子，不可。我给你带路吧。本王竟不知，本王的王妃竟对太子的地盘如此熟悉。不过是偶然听二姐姐和母亲提过而已。言儿如今已是王爷的人了，心里可只有王爷一个人。原来王妃竟对本王如此情根深重。既然如此，那本王便陪王妃一起去铜雀园吧。我该怎么做才能不让冯气霄见到太子呢？井里有人！王爷，是非之地，不宜久留。亲娘哎，这姑娘怎的光着身子就跳井了？又是一场凶杀案。你咋知道？如果是寻短见，他不会这个样子。这个月都第6个了，唉，天子脚下呀，太放肆了。王爷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你方才不是断案如神，怎么问上本王了？这里是太子的地盘，言儿可不敢随意攀污。快点儿，收拾干净。是，放开俺！俺要去找俺妹子。太子今日在此设宴，谁敢放肆，绝不轻饶。若是本王呢？秦王殿下，秦王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不过是一些污秽之人，免得脏了您的眼睛。太子殿下在吗？回殿下，太子近日在别院设宴，恐怕京中发生命案，你知情不报可是死罪，还是说你知情不报是想构陷太子？回秦王殿下，小的万万不敢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带路吧。这把团扇做工如此别致，宋管家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雅致的爱好。温三小姐谬赞了，殿下，三小姐，这边请。殿下，还请在这里稍等片刻，
小的去通报太子殿下。冯大哥，你妹妹出什么事了？俺妹子前2年被爹卖到铜雀园当丫鬟，她叫冯西西。毛手毛脚的，还不快滚下去！这刚进来的丫鬟就是毛手毛脚的，让殿下和三小姐见笑了。宋管家似乎格外钟爱这把扇子。这把扇子，小人日夜不离身，的确甚是喜爱。刚才我摸了一下，感觉手感与寻常扇子不同，不知是什么材料制成的。是从西域带回来的，至于是什么材料，这小的确实不知道。能再借我看一眼吗？这女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一把扇子也能让她紧张成这个样子，只怕这扇子暗藏玄机。本王的王妃要看，你是聋了吗？这扇面不像寻常绸缎，倒像是……太子殿下到。七弟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下人的东西，别脏了三小姐的手。三小姐，我同七弟要聊些正事，你不妨在我这别院四处逛逛。这铜雀园虽然不大，景色却是不一般。不必，他在这里陪着本王就好。王爷，我想出。言儿同王爷两情相悦，不想离开半步。算了，去吧。王爷，俺也出去转转。你找我要说什么？你找的这个地方没有人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奴婢知道您是好人，麻烦您劝劝冯大哥，让他回乡去吧，永远都不要再来京城了。求您不要细问，让冯大哥快走，越远越好，我这都是为了他好。如果冯西西确实是在铜雀园做侍女，为什么不让冯气霄找到她呢？难不成……宋管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三小姐，这贱婢慌慌张张的从假山出来，定是偷了园子里的东西，小的正在审问。他没有，我可以作证，我方才迷路，找他问路而已。你快放开他！既是给三小姐指路，何必这么慌张？难不成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？放肆！本王妃命令你放开他！三小姐，您还没同秦王成亲呢。大胆！我可是跟秦王殿下一道过来的，你想做什么？琥珀是不是都告诉你了？你把冯西西怎么了？这么漂亮的皮肤，如果做成扇子，该是多么完美的一件艺术品啊！扇子，你这个变态，你居然！三小姐，知道太多秘密的人是活不了多久的。你想干什么？秦王殿下不会放过你的。三小姐放心，秦王那里，小的自会解释。温三小姐不熟悉园内路况，意外走到湖边湿地，脚滑落水。丫鬟琥珀下水营救三小姐，却出现意外，两人双双殒命。
好奇心太重是会害死猫的。不好了，三小姐落水了！我一个异族双绝的天才，居然要淹死在这破湖里！这传出去，我在传书界还怎么混？温慕言，手给我！让开！老七你！地府的打工人都长这么帅了吗？温慕言，醒醒！王爷，我来试试。王爷，完了！上次喷他一脸酒，这次喷他一脸水，我跟他的脸莫不是有仇？王妃，可好些了？言儿不料此生还能再见到王爷。往后莫要离开本王半步。七弟，三小姐没事就好。我方才正要下水。太子殿下这正了有一盏茶了吧？本王的王妃今日在太子殿下的别院落水，烦请太子殿下给个说法。不好了，王爷！下山后发现一名婢女脖子上有伤。亲娘的，这姑娘脖子上的印子跟被熊瞎子拍过似的。王爷，糟糕，是心动的感觉。我扶你过去。一个贱婢罢了，我污了秦王王妃的眼，还是交给小人处理吧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拦本王？狗奴才，滚！秦王殿下，这琥珀平日里就毛手毛脚，今日三小姐在铜雀园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小的身为管家难辞其咎，还是将这丫头交给小的，小的一定给殿下和三小姐一个交代。不行，宋管家就是仗着在太子别院，我不能拿他怎么样，所以才有恃无恐。如果把琥珀留在这里，只怕凶多吉少。但现在不是一个揭穿他人面兽心的好时机。我是说，他脖子上的伤不轻，等他醒了，王爷亲自审，我们先带回去，岂不是比管家审更妥当？三小姐宅心仁厚，但这毕竟是铜雀园的婢女。狗奴才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本王面前讲规矩？秦王殿下，本太子记得这铜雀园貌似是我的别院。自家人还分你的我的，这天下都是皇上的。青兰，把人带回王府治伤，没本王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是。恶心的男人，我迟早让你付出代价。哎，你就是这园子的管家，那问你，俺妹子冯西西到底在不在铜雀园？这位壮士，铜雀园没有叫冯西西的姑娘，您怕是找错了。不可能，他信里明明说的就是铜雀园，白纸黑字还能有假？小的岂敢糊弄秦王殿下带来的人？确实是没有冯西西这号人。那冯大哥，先回去从长计议。那行吧。今日之事，烦请太子殿下务必给臣弟一个交代。王爷，让奴婢来吧。王爷，可是在生妍儿的气？没有。那为何对妍儿冷冰冰的？本王向来话少，
王爷话少的时候，心情可没像此刻这么差。这样开心多了。你可知你差点没命？你明知宋管家有问题，为何还敢犯下？王爷聪慧过人，定能知言儿所想。言儿知道的。王爷是如何猜到的？你看到他的时候，浑身都在发抖。王爷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用人皮为材料制成的扇子？这原是南疆那边非常隐秘的杀人手法，后来传入西域，当地一些贵族便把这当成一种身份的象征。宋管家一个大男人，成天桃花扇不离身，王爷不觉得奇怪吗？今天那个叫琥珀的丫头约我在铜雀园的假山后见面，我总觉得宋管家的那把团扇就是冯七霄的妹妹冯西西。温慕言，你还有多少本事是本王不知道的？但你可知诬陷太子是死罪？我可没提太子的半分不是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宋管家在太子的眼皮底下杀人剥皮，太子毫不知情？果然不该跟他讲太多，言儿失言了。本王喜欢你的誓言。此外，今天宋管家可有对你说什么？他威胁我说我知道的太多，容易出事。王爷，琥珀知道的可能远不止冯西西一人。看来铜雀园里还有更多见不得人的事。王爷，你还记得今天早上我们在铜雀园后门看到的那具水井女尸吗？那个百姓说，这个月已经是第6个了。第6个，6个年轻女子意外遇难，沉落枯水井。王爷，这绝不是巧合。本王去一趟刑部。王爷是想从女尸案入手？没有证据动不了太子的管家，但命案归刑部管，不需要太子变通。那把扇子，闪妹子，俺去宰了那个畜生！你现在去，是送死。你死了，谁给你妹子收尸？冯大哥，那只是我的猜测，还没有证据。那俺妹子有可能还活着，等查完再说。那俺听王爷的。没想到王妃这胡说八道的本事，对谁都是信手拈来啊。言儿只是不想再让王爷烦忧，他此刻冲去铜雀园跟宋管家拼命，岂不是让太子拿捏住了王爷的把柄？王妃对本王果然是用情至深。这王爷该不会没谈过恋爱吧？跟个恋爱脑一样。你且歇着。王爷，我得回家了。回家？我昨天就没回去，今天又落了水。况且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日日留宿秦王府，传出去对王爷名声不太好。三小姐可是在暗示本王尽快将你娶回家。皇后娘娘已经赐婚，你留在王府筹备婚事，合情合理，没人敢说什么。可是，还是说你觉得嫁给本王不需要筹备？需要，非常需要。这话我怎么接？说不筹备就是不想嫁，说筹备就是愿意留下，这人怎么每句话都是坑？可是南宫不二那个杀手还在等我拿1000两赎命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花钱买我的命。怎么别人传书是谈情说爱，我传书就是绝地求生？这破书到底谁写的？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我爹了。明天本王送你回去。今晚太晚了，本王要先去一趟刑部。
这人跳湖救人衣服都没换，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毒？王爷，更深露重。王爷此去，千万保重身子。妍儿会在家中为王爷温一壶酒，留一盏灯。换成茶吧，本王不饮酒。他刚才是不是笑了？他肯定笑了。文梦妍，你完了！现在不光嘴不听话，连眼睛都开始产生幻觉了。真美啊！琥珀那个贱人，不能再留了。回家比查案还紧张，这合理吗？混账！你还知道回来？你昨天在铜雀园落水，人尽皆知，说秦王殿下为了救你跳了湖，还跟太子翻了脸。你知不知道你爹今天上朝，同僚看他的眼神都跟看瘟神一样？夫人，别说了，为夫的脸已经丢尽了。三妹妹真是好本事，去一趟太子别院，能把秦王和太子都得罪了。大伯，您说是不是？哎，这原书女主真是阴阳怪气。姐姐说的对，是妍儿太过鲁莽了。听闻姐姐最近在读女则，改日得向二姐姐请教请教。你若有心学，我自然愿意教。多谢二姐姐。发他才华比跟他吵架省力多了。温梦婉这人吃软不吃硬，顺着毛捋就对了。好了，都是自家姐妹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妍儿，你过来。秦王殿下待你如何？他待我极好。那皇后娘娘赐婚的事，秦王殿下是？王爷想让我留在王府，亲自筹备婚事。留在王府？老爷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妍儿啊，你在那儿可得好好表现。那我先回房换衣服了。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奴婢担心死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府里有什么动静？夫人昨天跟老爷吵了一架，说小姐你给将军府惹了大麻烦，让老爷赶紧把你嫁出去。二姐姐听了什么反应？二小姐听了之后脸色不太好，把自己关在房里好一阵子。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，1000两，准备好了吗？完了，那1000两我给王刘氏了，我现在兜里比脸还干净。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堂堂将军府小姐，房间这么朴素。我是庶女，庶女懂吗？哦，那钱呢？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你没钱？本来有的，但我捐给一个卖唱的了。你是傻子吗？这话我不好反驳。行吧，不过利息照算。还有利息？我是杀手，不是慈善家。这人说话怎么每句都像在怼我？成，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利息给你翻倍，如何？什么问题？你告诉我是谁花钱买我的命？江湖规矩，不能透露雇主身份。那我换个问法，雇主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。女的？原主到底得罪了多少人？他为什么要杀我？这算第二个问题。不过我可以免费送你一个消息，关于铜雀园的。你连铜雀园都知道？你到底听不听？铜雀园凤栖院下面有一个地窖，我去踩点的时候摸进去过，里面藏的东西都是人皮做。
地窖里有不止一个人的脚印，那个宋管家有同伙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又没问。再说我是杀手，查案不是我的业务范围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说了？就当是双倍利息的赠品。我得去找王爷。王爷，铜雀园凤栖院下面有一个地窖。你不是回家了？回了，又出来了。王爷，凤栖院地窖里有人皮物证，宋管家他有同伙。你怎么知道？言儿，我掐指一算，王妃，南宫不二告诉我的。他去铜雀园踩点，无意中发现了地窖。南宫不二，暗影楼的杀手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我欠他银子。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？不行，地窖是南宫不二告诉你的，光凭一个杀手的话，动不了太子的管教。那怎么办？等琥珀醒来，他是铜雀园的婢女，他的供词才是铁证。可是宋管家一定会想办法杀他灭口。本王已经让青兰加派人手，寸步不离。至少现在琥珀在秦王府，比在铜雀园安全多了。脉象平稳了，再养2天就能说话。三小姐，宋管家他……你先别急，琥珀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去过凤栖院下面的地窖？你进去过对不对？宋管家经常让我进去打扫，墙上挂着人皮绢人，桌上摆着白骨碗碟。地窖里除了宋管家，还有别人吗？有脚步声，但我没看到过人。宋管家从来不让我往里面走。琥珀，你愿意作证吗？愿意。西西死了，春兰、夏荷都死了，我活着，总得有人替他们说话。琥珀醒了，供词已经画押，今晚搜源。王爷，不这样，怎么有理由搜太子的园子？这人对自己也太狠了。青兰，你带人守住后门。王继霄，你跟本王没本王的命令，不许动手。记住了。来人，有刺客行刺秦王殿下，刺客逃入凤栖院，给我搜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太子别院。宋管家，又见面了。刺客逃进了凤栖院，本王要搜。殿下，凤栖院是太子殿下的寝院。让开！宋管家，这把扇子我会好好保管的。西西，俺妹子在哪儿？把俺妹子还给俺！你妹子，她的皮可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作品。冯继霄，杀了他，你妹子也回不来。让他活着，让他认罪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。这是与朝中官员往来的书信。一个小小的管家，竟跟这么多朝廷命官有往来，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太子，儿臣在。此事你知不知情？父皇明鉴，儿臣真的不知情啊！不知情？你的别院，你的管家，在你眼皮底下虐杀婢女，私通朝臣整整5年。你身为太子，
一句不知情就想推干净。父皇，儿臣治下无方，儿臣有罪。你当然有罪。身为储君，无能就是原罪。这台词简直说到我心坎里了。温慕言，臣女在。朕听说此案是你破的。回陛下，臣女只是运气好。运气好？朕倒觉得你比你爹聪明多了。父皇，儿臣治下无方，愧对父皇信任。但温三小姐聪慧过人，胆识非凡，儿臣恳请父皇将温慕言赐予儿臣为太子妃。什么？太子求赐婚？这剧情走向不对啊！你要娶温慕言？正是。儿臣若得温三小姐为妃，定能时时警醒。太子殿下，莫言已经是臣弟的未婚妻，是皇后娘娘亲口赐的婚。你二人尚未成婚，所谓君子好逑，我亦有经验。君子不夺人所好，太子此举有辱皇室颜面。这蠢太子居然在御前争着娶我，哼哼，有意思。老七，你倒是护得紧。儿臣不想孤独终老，自然要护住自己的王妃。哼，既然皇后已经赐婚，此事便不必在意。元修，回东宫闭门思过。温莫言，协助破案有功，赏黄金100两，锦缎20匹。谢陛下隆恩。黄金100两，南宫不二的钱有着落了。麻烦终于都解决了。这个麻烦包不包括太子？别提太子，提到他就烦。你不喜欢他？太子那种人，谁会喜欢啊？糟了，妄议储君，闭嘴吧你！哦，王爷，你欧是什么意思？小姐，皇上赏的黄金和锦缎，昨天送到府上了，夫人高兴的合不拢嘴。听说你发财了？喏，连本带利。这里是3倍，我需要你去把那个杀我的人给杀了。江湖规矩，规矩是死的，除非你是不是杀不了他？雇主是个女人，她说你二小姐，有人来了。说我什么？他们在背后蛐蛐我什么？三妹妹，明日城东女娲庙有庙会，大姐身子不适去不了，你陪我去吧。温墨婉这人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想出去走走。听说这偏殿的签文最灵验，三妹妹陪我求一支吧。三妹妹，你为何推我？温儿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三妹妹不是故意的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你的脚踝没有红肿发热，关节活动自如，我竟不知你扭到了哪里。可能伤得不重。你为何在这儿？别告诉我是来赎罪的。上次收了你的钱，话却没说完。那个雇主是个女人，她说你爱了一个人的路，
那个人在宫中排行第5。我记得书里没有写过有5皇子，这个人倒是皇上有个排名第5的弟弟，齐王双元齐。这里人多，我先走了。王爷，你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？妍儿担心王爷。太子虽说被禁足，但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，查出更多的线索。王爷，这6具尸体的死因都是溺死。溺亡？指甲缝里怎么会有金箔？这是洒金间，只有后宫和皇子府能用。这些线索开始指向一个方向了。妍儿，以后验尸这种事让仵作去做。仵作查不出洒金间，那也不该你去，你是本王的。是什么？准王妃不该碰那些东西。双飞尘，我不是你的软肋，我是能跟你并肩的人。王爷，冯七霄当街行凶，被京兆府抓了。王爷，冯七霄当街行凶，被京兆府抓了。你说什么？冯气霄行凶？回王爷王妃，武玄家告冯气霄当街行凶，找了10几个目击证人。冯气霄虽然躲过了那对卖唱夫妻，没想到还是没躲过牢狱之灾。看来太子和武家联手了。他们闹的动静越大，我们抓到的把柄就越多。太子今天在朝上参我教女无方，纵容女儿干预刑部办案，吏部已经暂停了我的职务。都是因为你，全家都被你拖下水。爷，吏部只是暂停职务，不是罢官，这说明陛下还在犹豫。犹豫？7位大臣联名参我，太子亲自坐镇，陛下能犹豫多久？爹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3天之内，我一定让太子收手。你怎么每次都翻窗？我一个杀手，难道敲门进来？那你找我干嘛？你最近不是在查案吗？我来提供一条线索。什么线索？和当今圣上的胞弟齐王殿下有关。什么？三小姐，您这方子没有10年医术可开不出来。温莫言，你身上的秘密到底还有多少？王爷想知道什么，言儿都愿意说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。王爷，冯七霄在京兆府大牢里被人下了毒。断肠草剂量不大，还有救。三小姐，俺是不是要死了？死不了，你还没给你妹子报仇呢。王爷，能在太子禁足期间调动人手进大牢下毒，这个人一定比太子的权势更大。那会是谁呢？
金子夺，从现在起，冯气霄若死了，本王拿你试问。是，臣听殿下的吩咐。七哥，太子的禁足明天就解了，估计早朝会联合齐王、武丞相7位大臣，弹劾你滥用刑部职权。齐王双元齐，这次太子被收了印检，齐王比太子还急。王爷，是水井女尸甲缝里的洒金坚，只有后宫和皇子府能用。太子被禁足，你被弹劾，剩下的皇子府里，谁最有可能？青兰，去查齐王府近5年的婢女买卖记录。是。王爷，查到了，6具水井女尸中有3具确认身份，都是齐王府近5年暴尸的歌姬和舞姬。齐王府报私逃和病故，实际上这些女人都死了。齐王把人玩死了，送到铜雀园，宋管家负责善后。所以太子只是背锅的。信中说有一批货要送到齐王府，让宋管家安排。什么货？那批货送到当天，齐王府新进4个歌姬，3个月后，4人全部病故。也许是被齐王玩死后送到铜雀园，让宋管家处理掉了。把证据全部封存，明日早朝，本王要把齐王的真面目撕开。言儿，温慕言，我没睡着，我在研读刑律。王爷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刚。刚刚是多久？早点回房休息。王爷，你的耳尖有点红。烛火映的，蜡烛都灭了，哪来的烛火？他亲我了，他绝对亲我了！王爷、小姐，你们吵架了？没有。王爷昨晚睡得好吗？尚可。哦，你呢？睡得好吗？特别好，倒头就睡，一觉到天亮。中间什么都没发生。昨晚我在书房研读医书，读着读着就睡着了。本王是想说，昨晚刑部又派人来说宋清要翻供，你要不要和本王一起去刑部？翻供？王爷，刑部大牢走水了。王爷，宋清死了，但他不是烧死的，是被人割了喉。刀口整齐，一刀毙命，有断肠草的味道，跟城西女尸中的毒一样。昨天他才说要翻供，今天早晨就死了。王爷，会不会是齐王？青兰，加派人手保护琥珀和冯启霄。
居然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干出这种强抢民女的勾当，还让太子为你遮掩，你简直要气死朕！来人，把他给朕押下去，关进大牢！皇上饶命啊！臣弟知错了。父皇，齐王叔还年轻，您就饶他这一次吧。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先带下去，听候朕发落。皇上饶命啊！随臣，齐王的案子就交由你来办理，你要查清楚他到底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朕要一一知晓。是，元修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父皇，儿臣知罪。太子元修人品失重，治下不严，着废去太子之位。儿臣谢父皇。七哥，我的人截获了一封太子给北境守将的密信，信里说我们俩勾结南阳水师。他在诬陷你们谋反。王爷，太子的人已经在接触北部军营的几个副将了。太子狗急跳墙了。七哥，我们怎么办？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我记得书里说过，有个人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赵崇。你是说平荣将军的副将赵崇？对，赵崇好赌，欠了太子3000两，赌债能还，毒瘾戒不掉。你要去赌坊？王爷，你不会又想拦我吧？本王跟你一起去。王爷，你这表情像是来砸场子的。本王就是来砸场子。嗨！赵副将，手气不错。你是谁？我用1000两买你一个问题，怎么样？什么问题？太子让你在北境军中散布什么流言？秦王殿下，殿下饶命！末将也是被逼无奈。赵副将，诬陷亲王可是死罪。末将愿将功赎罪。太子给末将的每一封信，末将都留着。信在哪儿？这些信足够让太子永世不得翻身。明天早朝，你把这些信呈上去。末将遵命。王爷，你说齐王为什么要杀那些歌姬？有些人不把人当人。王爷，你怕不怕？齐王背后是武太后，动了齐王，武太后不会善罢甘休。你怕吗？有王爷在，言儿什么都不怕。温慕言，你每次撒谎的时候，都会对我说一些不着四六的话。有吗？我对王爷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绝无半句。有本王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这人怎么突然说这么吓人的话？但是心跳好快。王爷，齐王府的婢女买卖记录查到了。近5年，齐王府一共暴尸了23名歌姬舞姬。23个，水井里只有6具尸体，剩下的17个会在哪里？铜雀园地窖。
23名歌姬，全部是14、15岁的年轻女子。所以他们是死了，尸体被送到铜雀园，宋管家负责处理。齐王作案的时间，可能比我们想的更久。你说，琥珀会不会知道齐王的事情呢？这件事，只能明日找琥珀问个清楚了。琥珀，你有没有在地窖里见过齐王？齐王已经被关押了，你现在是唯一能指证齐王的人。我全都说，是我在地窖里见过齐王。齐王每个月都会来铜雀园2、3次，每次来都会带一个女人。第二天那个女人就不见了，之后宋管家就会把他们做成，然后做完就会喊我去打扫地窖。已经够了。青兰，从现在起，琥珀身边不许少于4个侍卫。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接近琥珀。是。太后，暗影楼那边回话了，琥珀那个丫头暂时动不了。动不了琥珀，就动别的人。太后，您的意思是去找暗影楼，告诉他们，哀家再出5000两要温莫言的命。太后，温莫言身份不似从前，若是被暗杀，秦王一定会追查到底。哀家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查到哀家头上。齐王是哀家一手带大的，哀家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他。在想什么？在想武太后。你说，武太后知不知道齐王做的那些事？在武太后眼里，那些歌姬的命加起来，也比不上齐王一个人。王爷，权力真的比人命重要吗？王爷，如果有一天有人让你在权力和我之间选一个，选你。温文言，等齐王的案子结了，嫁给我。琥珀的伤大概还要3副药就好全了。温三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南宫不二，你又来杀我？有人出了5000两，买你的命。我涨价了。你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？那雇主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还是上次那个。我不是来杀你的，但暗影楼接了这个单，你最近小心点。南宫不二，你其实是个好人。我是杀手，不是好人。走了，别死。父皇，儿臣有本启奏。说。父皇命儿臣彻查齐王双元旗水井女尸一案，儿臣已调查完毕。齐王共虐杀婢女23人，私通铜雀园管家宋清，毁尸剥皮，通过南疆手法制成人皮扇子，供齐王赏玩。这是齐王府的婢女买卖记录和铜雀园婢女琥珀的证词，以及从水井女尸指甲缝中提取的洒金液。近5年，23名歌姬全部暴尸。琥珀亲眼见过齐王出入铜雀园地窖。提朕拟旨，齐王双元旗不法祖德，屡犯国法，狂悖猖獗，十恶不赦。说，陛下，太后娘娘驾到。
陛下，哀家听说有人在朝堂上污蔑齐王。太后，不是污蔑，证据确凿。证据？哼，一把扇子，一个贱婢的话也能当证据？太后娘娘，琥珀的呈词只是其中一项，齐王府的婢女买卖记录，水井女尸的验尸报告，铜雀园地窖的人皮制品，这些都是证据。老七，你现在是在跟哀家作对？孙儿是为那23个冤死的女子申冤，不是跟您作对。齐王双元起，不法祖德，屡犯国法。即日起贬为庶人，流放岭南。退朝！老七，太后在朝中经营多年，你今天动了齐王，她一定会报复。皇上，武太后已经动手了，有人出5000两要臣女的命。老七，莫言，朕给你们一道密旨。王爷，出5000两买王妃命的人是武太后宫里的刘公公。刘公公现在在哪儿？今天下午出宫了，去了城东一处私宅。青兰，带人盯着那处私宅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王爷，你说武太后下一步会怎么做？她会保住齐王。那我们必须赶在太后之前找齐王问清楚。是你，齐王殿下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成王败寇有什么好问的？你为什么要杀那些歌姬？因为他们不听话，本王对他们那么好，可他们一个个都想逃。逃？本王的东西凭什么逃？武太后知道你做的事吗？不要提他，都是他害的。太后，他要是不帮本王摆平当年死掉的第一个歌姬，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些麻烦。原来武太后才是这一切的源头。温慕言，你想不想知道太后为什么要杀你？因为本王喜欢你，可你爬上了老七的床。说完了。温慕言，太后不会放过你的。武太后到底帮齐王处理了多少事？恐怕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。我怀疑太后和暗影楼不止这一桩交易。莫言，从现在起，你不许离开本王半步。武太后已经对你下了杀手，你一个人出门太危险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这人霸道起来还挺帅的。好，那王爷去哪儿我去哪儿。王爷上朝我跟着，王爷批公文我陪着，王爷睡觉我你也陪着。我是说，王爷睡觉，我回自己房间。刘公公，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？你，王爷说了，
请刘公公回秦王府喝茶。带走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！刘公公昨晚出宫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太后娘娘，要不要派人去找？不用了，他已经是枚弃子了。老七，哀家小看你了。立刻把武丞相请来，哀家要见他。王爷，武丞相今天一早进了太后寝宫。太后这是坐不住了。王爷，我们现在手上的证据够不够扳倒太后？不够，这些只能证明太后买凶杀人。那就查他这20-30年里帮齐王处理的所有事情。如果不查，那23个女子就白死了。还有冯西西，还有琥珀的姐妹们，我想给他们一个公道。你尽管去施展你的聪明才智，剩下的都交给本王。王爷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些事儿都了结了？快了。了结之后呢？你想做什么？带你去江南。当下季节，江南烟雨朦胧，一定会喜欢。等这一切结束，我们就成亲吧。你这是在向本王求婚？不行吗？行，本王准了。只不过，本王等不到这一切结束。什么叫准了？你这个人……桃枝，我心跳好快。小姐，您破铜雀园大案的时候都没这么紧张，那不一样，破案是破案，成亲是成亲。小姐，花轿到了。七哥，你手在抖。没有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终于只剩你我二人了。温莫言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本王的王妃了。我知道。本王会护你一世周全。
我知道。本王心悦你。双飞尘，我也心悦你。太后，秦王今天大婚，大婚之后才是真正的好戏。太后的意思是，哀家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乐极生悲。王爷、王妃，你们怎么坐那么远？王爷，昨天晚上茶凉了，本王去换一壶。你茶杯是满的，我是想说，昨天晚上很好。王爷，急报！武丞相联合朝臣弹劾。武家这是把家底都亮出来了。只要王爷被停职，铜雀园的案子就会搁置。严御史大人在狱中翻供了。翻供？王爷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皇后娘娘，儿臣今日来是有事要求娘娘帮忙的。秦王如今在朝堂上出尽风头，还需要本宫帮忙。有一件事，娘娘一定感兴趣。什么事？如果武太后倒了，您就是真正的后宫之主。你想要本宫做什么？儿臣还需娘娘帮忙查查武太后在后宫的账目。如果本宫帮了你，被太后发现，本宫这个皇后就做到头了。与其继续做太后的傀儡，不如赌一把。本宫帮你有个条件，娘娘请说。将来如果秦王继承大统，还望他能留我儿元修一命。你答应皇后，要留废太子一条性命。王爷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当然不会。双飞尘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太平日子？快了。这是近10年的后宫账目。铜雀园是太后的，修缮费白银3000两，宋清月历白银50两。也就是说，宋管家是太后的人。这样说来，齐王杀人，太后善后，太子背锅。所有有关铜雀园的一切，太后都知道。她不仅知道，她还出钱，每一笔善后费都是从后宫账上走。这些证据够不够？够，
但还不够致命。我们需要一个能直接证明太后参与伤人的证据。如果能找到第一个歌姬的下落，齐王说过，第一个歌女倒地的时候是太后帮她处理的。王爷，9年前武太后住在哪里？武太后是5年前永宁宫走水，才迁居到寿康宫的。那就是说，当初她住在永宁宫，永宁宫附近有没有水井？王爷，井底有一具骸骨。青兰，去查9年前永宁宫的宫女记录。是。王爷，查到了，9年前永宁宫有一个叫春桃的宫女。春桃，她就是第一个。没有太医记录，没有家属认领，说明有人直接处理了尸体。能这么做的人，只有武太后。明天早朝，本王要当着父皇的面，把这些证据全部亮出来。太后，不好了！永宁宫那口枯井被秦王挖开了。春桃，慌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哀家什么风浪没见过。可是加上刘公公的证词和后宫账目，一个太监的话能当证据吗？至于后宫账目，皇后跟哀家不和，满朝皆知。有刺客！王爷，查清楚了，今晚的刺客都是暗影楼的顶尖高手，雇主的出价是10万两。10万两，武太后这是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。他知道明天早朝我们会发难，所以想在今晚解决我们。但他没想到我们活着回来了。青兰，明天早朝把所有证据带上。还有，你留在王府。不行，今晚的事你也看到了，太后已经疯了，她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正因为她疯了，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好，一起去。父皇，儿臣有本启奏。昨夜，儿臣在秦王府门口遭遇袭击。雇主的身份，儿臣已经查清，一切都是奉太后之命。荒唐！太后娘娘说的对，所以我们找到了更多的证据。这是后宫近10年的账目，23次善后费都是从太后您的账上支出，总额过1万两。后宫账目可以伪造，
那铜雀园的地契呢？铜雀园真正的主人是您太后娘。9年前，永宁宫宫女春桃因故离世，但她的遗骸昨天却在永宁宫的枯井里找到。太后娘娘，太后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又如何？齐王是先帝最宠爱的皇子，是你抢了他的皇位。哀家忍了15年，有哀家在，那些歌姬和我儿比算什么？太后娘娘，你以为是爱，其实是毒。你亲手把齐王变成了一个怪物。你闭嘴！来人，将武太后押入冷宫。朕登基15年，自问勤政爱民，可朕的母后却恨了朕15年。父皇，这不是您的错。朕决定了，立老七为太子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哀家的笑话？齐王今天早上在天牢里自尽了。琪儿，他留了一封遗书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母后，对不起。琪儿，哀家的琪儿。双飞尘，我们以后不要再查这么惨的案子了。好，我们去江南，坐乌篷船，逛园林，吃糖醋鱼。好，然后回来，好好过日子。好。你怎么什么都说好？因为是你说的。听说你们扳倒了太后，南宫不二，你能不能走一次正门？不能。暗影楼解散了，楼主跑路，剩下的杀手各奔东西。你呢？回老家种田。温慕言，你是个好人，祝你跟王爷白头偕老。南宫不二。苹果洗了吗？洗了。他走了。你舍不得。王爷，你连杀手的醋都吃？没有。明明就有。太子妃娘娘，您……恭喜太子妃，您有喜了。怎么了？双飞尘，你要当爹了。
沈大夫，里面怎么了？襄王殿下，您要当叔叔了。我要当叔叔了，青兰、桃枝，我要当叔叔了。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都行。双飞尘，你说我们的孩子会像谁？像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好看。殿下，你现在说情话越来越熟练了。实话。我希望孩子像你，像你一样勇敢，一样坚定，一样会疼人。双飞尘，怎么了？我好像要生了。太子殿下，请您在外面等候。本王要在这里。你先出去吧，你在这里稳颇紧张。双飞尘，听话。恭喜太子殿下，是个小皇子，母子平安。双飞尘，你看到孩子了吗？温慕言，谢谢你。傻瓜，取个名字吧。他喜欢你。念言，双念言。双念言。这孩子长得像太子，眉眼像，嘴巴也像。父皇，儿臣觉得他更像您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朕的第一个金孙，来人，赐金锁一副。太子殿下，让我抱抱我小侄子。他怎么哭了？七哥，救命！这小子认人。念言，来，到娘亲这里来。爹，这人当了爹之后，免探的毛病一点没改，但眼神越来越藏不住了。带孩子比查案还累。辛苦了。你说我们以后还会有第二个孩子吗？你想要？念言一个人太孤单了。那就生。你说的也太轻巧了。本王会一直陪着你，不管是生一个，还是生10个。10个？你当我是母猪吗？比喻。
双飞尘，你说我们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？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走路要拄拐杖。你还是一副面瘫脸，我还是满嘴跑火车。很好。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？能跟你一起变老，很好。小王子，那是太子殿下的奏折。姐姐，乌龟。双飞尘，你儿子给你画的乌龟还挺像的。温慕言，你教他画的？我只是教他画过一次。那你也画一个，画在本王的奏折上，夫妻同心。宝宝。宁言，九叔给你带了好东西。九弟，你最近怎么老往这儿跑？想躲指婚？七嫂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父皇昨天来过了，说你都23了还不成亲。七嫂，你帮帮我，那些贵女我一个都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像七嫂这样的。双元星啊，不是，我是说像七嫂这样聪明能干有主见的，不是七嫂本人。念青，叫娘亲。娘亲。念言呢？追蝴蝶去了。这孩子跟你一样，一刻都闲不住。本王什么时候闲不住了？你忘了？你当年为了抓我，从秦王府追到真霄楼，从真霄楼追到铜雀园。那是特殊情况。爹爹，娘亲，九叔带了一个漂亮姑姑来。七哥七嫂，这是柳家的大小姐柳如烟。柳如烟，就是那个在朝堂上跟御史辩论3个时辰的柳大小姐。王妃谬赞，如烟只是据理力争罢了。我们下个月成亲。我想好了，我要一生一世护着如烟，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九弟，你终于开窍了。这个是天，这个是地。娘亲，念青，你这是画的什么？娘亲，好看。温莫言，本王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那天在珍馐楼把你拽上马。我也是，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穿进这本书里，遇到了你。穿进这本书？以后再跟你解释。爹爹，娘亲，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？我也要听。再说你小时候的事。我小时候什么事儿？你小时候在你爹的奏折上画乌龟。娘亲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。
你爹当年就是江湖上最大的麻烦，你还要去闯荡江湖？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像我爹那样被一个喷酒的姑娘拿下。双念言，爹，我错了。他跟你一样让人头疼。那你还不是喜欢了这么多年？还会继续下去。